摔了30万的分手费。为什么会摔这笔钱呢？怎么摔了钱就坚持又要分手呢？女孩为什么又不收这个钱呢？这里面有很曲折的2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，我们请出他们吧。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李来自北京，24岁，他现在的工作是个体。女主人公思思来自北京，22岁，是一位国企的前台。来，有请2位。练过？练过。摔跤？啊。运动队做到省队是吧？他们说。对。后来为什么不摔了？因为受伤了。谈了几年恋爱？3年。那怎么认识他的呢？朋友聚会，然后是通过那个朋友介绍，然后一起认识的。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，就开始联系。那是30万的卡。对，然后我没有动过，也没有看过。我今天就想来把这个卡还给他，还给你。我不要这30万，我也不想分手。你把这卡拿回去，我说我扔就出去，就是扔就得水。可是我也不想要。不想要，你怎么处理跟我没关系。还真别较劲了，来，你干嘛摔人30万？什么意思呀？因为那会儿他妈跟我说一些话挺伤自尊的。啊，他妈跟你说什么呀？那会儿我去他们家，他妈让他出去遛狗，他妈跟我这儿说，问我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呀？那会儿我还在做安保嘛，然后后来跟我这儿说，1个月工资多少？我说4000块钱左右。他说你这1个月的工资还顶不上我们家闺女零花呢，你怎么配得上的呀？我妈当时不是这么说的，因为那天我遛完狗回来的时候，看他就从我们家小区走出去了，然后我就喊他，他也不理我。然后我就回家了，然后看见那个桌子上都是洒了水，然后地上都是玻璃碴子，我就问我妈，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我妈说小孩太不懂礼貌了，就当时跟他好好谈谈我们俩的事儿，然后他摔了杯子转身就走了，然后结果我给他打电话关机，发短信也不回，就一直都没理我。太气人了。可是那是我妈呀，她也是长辈，是你也长辈。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妈说话真是。那是哪年的事儿？前年吧。这钱是怎么挣回来的？跟我家里人出去外地做一些房地产生意。啊，做房地产生意。那从他们家摔门而去之后，他说打电话你也不接，因为我觉得他妈说的可能也对。那我就做到之前，我跟你联系什么呀？就是半年多没谈了，等于。对，差不多。那算什么状态呢？分手状态还是？也不算是分手吧，要分也还没有分，但是这次我也跟他提出来了。现在父母什么意见啊？我妈现在也不反对了，然后但是她现在心里还是就有这坎儿。你妈为什么又不反对了呢？因为现在感情在这儿了。我去见你妈之前呢，咱俩感情是不是也在？那时候你在安保，我妈觉得工作不稳定。那如果我工作一直没换呢？那是我妈的问题，我会努力说服我妈。可是你一直没有给我时间。那时候见父母我已经跟你说了，我妈现在不太同意，可是你非要去见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说过了，手媳妇早晚给见公婆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也不能摔杯子。那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？你什么人？脾气有点暴，也算直性的吧。现在是不是等于衣锦还乡了？算是。差不多。就跑人家嘚瑟去了。这卡是当着你父母面给的，还是就给你的？当我父母面。就是我。你做的可够绝的了，那比摔杯子绝多。说说那天的情景吧。我进的屋，然后我直接坐在沙发上。我说阿姨我又来了，把他支出去之后，然后说你来什么意思？我说阿姨啊，当初你看不起我没事，现在我把钱拍这儿了，自己后悔去吧。实话实说嘛，小伙子，你这事做的真不对呀！这不是不对，这谁给你支的招啊？自己。我要是这口气。什么气啊？当初你看不起我，现在我让你看得起我。是真想跟他分手，还是跟他母亲置气？跟他感情还有，但是他母亲这口气我真是咽不下。你爱他吗？爱，确实爱。就因为他母亲那么说了，你就不再爱他了？您应该也懂，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。咱这儿说，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您可能让一个那个人看不起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所有人都能看得起你的，随他们说去吧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
我年轻的时候，你说我没有财富，我奔财富吗？那可能是咱俩有点不一样。我虽然就是你是就憋不下那口气是吧？你憋不下那口气就应该跟人家姑娘了断啊，把钱收回去吧。家里也不是卖姑娘，你这算哪一出呢？你这样做羞辱到别人，还羞辱到自己了。你就觉得说人家觉得你有钱了，人家稀罕你了是吧？姑娘，你跟他交往的时候，你花他很多钱吗？没有。这个动力，人都是一样，你不遇逆境，你可能还爬不起来。你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需要各个方面的沟沟坎坎刺激。我觉得你要把这个什么事儿坏事变好事儿。你这么年轻，这么钻牛角尖，以后你还会遇见别的事儿呢。万一客户说什么呢？你又跟人家置气，你老在置气，置气应该是积极向上的，不能消极的有置气。再有，你喜欢这女孩，而且你们这么长时间接触，而且你还得应该真的感觉女孩还是不错。你应该这一辈子给她妈妈，正是给她妈妈。我想娶你女儿，我要给她好日子过，要坚持下去。你没有这30万，可能你的诚意，她的母亲也会把它交给你。我还是说，刚才为什么不置气呢？做大人的说孩子2句还不应该呀，而且话赶话说到这儿了，你知道？哎，孩子别往心里去啊！如果他妈妈现在跟你说这话，你扪心自问，你还能跟他继续交往下去吗？实话说，不行，那就是不爱了。不是，因为现在我们家里我的母亲也是挺反对我们俩在一块儿的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一个人缺失了对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评价，就是你连自信都没有的话，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呢？你不要找借口啊！我想明确一点哈，我不知道对方的父母为什么开始反对你们来往，仅仅是因为你的收入吗？仅仅是。那我不得不佩服女方的父母，他们的眼光很毒，也许他们是以你的收入作为一个由头，可能他们的深层意思是觉得你的性格和这个女孩不太符合，或者说由于你的性格是不会带给他们女儿幸福的。其实刚才你们的对话，我看出来，不光小心眼儿，你还死心眼儿。你把这个跟你同甘共苦过的女友和她父母说过的令你伤心的话，作为一个死命题，非此即彼。你可能只记住一句话：大丈夫宁死不屈。但是你不知道还有一个大丈夫能屈能伸吗？你是摔跤的，你想战胜对手都用什么技巧？你能告诉我们？速度、力量、狠。速度、力量、狠。可能你在对爱情上你要相反。第一，耐心；力量你要软；狠你要柔，这才是爱情的关键点。匹夫，为什么说是匹夫呢？膀大腰圆的身材，浅薄狭窄的心胸。刚才说什么？摔跤最重要的是快、准、狠。错，最重要的不是那身材，也不是那快、准、狠，是要有冷静的大脑和宽阔的心胸。表面上30万，一个耳光打在了丈母娘脸上，其实这个耳光是打在了自己女人的脸上。这么多年来的付出，荣辱与共，同甘共苦，就值30万吗？这30万还不光打在了他的脸上，更打在了你自己的脸上。丈母娘正在窃喜呢。我说这种人不能嫁了，没钱就装怂，有钱就嘚瑟，这还了得？有一句话要送给你：心躁气粗者一事无成，心平气和才能百福自己。当自己喜欢的女人抱在自己怀里的时候，我管她周围是什么样的眼光。这样的一个人才是男人。为了一个真心实意爱自己的女人，受再多屈辱都值得，因为幸福已经在我手中。我们要感谢所有势力的丈母娘，是他们让千千万万的女婿茁壮的成长。你还不感谢别人？就这样。我希望你能珍惜我们3年的感情，一起走了这么多路，不要因为我妈或者是就是咱们父母的矛盾或误会就把咱俩分开。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一下，因为我真的放不下。
其实怎么说呢，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只能说是祝福你了，也就没什么了。那几个大妈。